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让我非常感慨的故事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情感故事，但最近遇到的这个案例让我格外印象深刻。故事的主角叫小林，是广州一家外贸公司的高管，年方28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。事情要从半年前说起，那时的小林可以说是人生低谷。因为发现相恋5年的男友出轨公司小姐妹，整个人都失魂落魄的。男友求复合，说什么都不愿意分手，但小林的心早已伤透了。对于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来说，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大。我真的好难过，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小林当时在跟我倾诉的时候说道，作为感情顾问，我建议她暂时放下工作，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正好那时候两岸关系缓和，赴台旅游非常方便，我就推荐他去台湾玩玩。没想到这一去，竟然让他邂逅了一段美好的姻缘。更让他大开眼界的是，在台北他发现了许多与大陆截然不同的事物。其中最让他震惊的就是台北市政府餐厅居然对外开放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惊讶。小林兴奋地跟我分享，在台北市政府大楼里居然有对外营业的自助餐厅，价格还特别亲民，跟街边的餐厅差不多。不仅普通市民可以进去用餐，连外地游客都能随便进出。确实，这在我们大陆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要知道，在大陆，市政府这样的行政机关都是重重把关，普通老百姓想进去都难，更别说去里面吃饭了。但在台湾，这种情况却是再平常不过。小林告诉我，他第一次去台北市政府餐厅是因为迷路。那天他本来想去参观国父纪念馆，结果走着走着就到了信义区。肚子饿了，正愁在哪里吃饭，就看到路边有指示牌写着台北市政府员工餐厅。我当时还以为看错了。小林说，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一位非常帅气的男生。他看我一脸迷茫的样子，主动上前询问需不需要帮忙。这位男生就是后来成为小林男朋友的阿杰。阿杰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，在观光传播局工作。他不仅带着小林去餐厅用餐，还充当起了临时导游，为他介绍台北的人文风情。那顿午餐真的让我对台湾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。小林感慨道，餐厅里不仅有政府工作人员，还有很多附近写字楼的上班族。大家互相礼让，秩序井然，完全没有我想象中政府机关的那种严肃氛围。更让小林惊喜的是，餐厅的饭菜品质相当不错，价格也很实惠。现场还有数字屏幕实时显示当天的菜品价格和营养成分，甚至连食材的来源都清清楚楚标注着。这种透明度和便民服务，在当时的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在台北市政府餐厅的意外邂逅后，阿杰主动承担起了小林的导游角色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台北人，阿杰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可谓深入骨髓。他带着小林走访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巷弄美食、文艺小店，让他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台湾风貌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真的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小林在给我打电话时滔滔不绝地分享着他的发现。虽然台北的房子看起来是老了点，但人家的生活品质真的很高啊。小林说的没错，通过亲身体验，他发现台湾的公共设施和便民服务确实做得非常到位。比如说，在台北搭乘捷运，站内到处都是清晰的指示牌，车厢内还配备了无障碍设施。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，捷运站内居然还有母婴室和专门的哺乳空间。而且台北的便利店简直就是生活服务中心。小林说，不仅可以买日用品交水电费，还能拿快递买演唱会门票，甚至连火车票都能直接在便利店打印，也太方便了吧。通过和阿杰的深入交往，小林也逐渐了解到台湾人的生活态度。虽然工资水平可能比不上一线城市，但台湾人普遍很会过日子，懂得享受生活的点点滴滴。阿杰每天下班后都会去传统市场买菜。小林告诉我，他说新鲜食材的价格其实不贵，自己煮比外食更健康又划算。周末的时候，他还会带着我去逛农夫市集，那里的有机蔬果虽然贵一点，但品质真的没话说。最让小林感动的是台湾人的人情味。
记得有一次，他在台北东区逛街时不小心扭到了脚，阿杰二话不说就背着他去附近的诊所看医生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诊所的医生和护士都非常亲切，不仅细心地替他处理伤口，还热心地教他如何照顾恢复。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小林说，看诊加上药费才花了600多台币。因为有健保，在台湾看病真的很便宜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林对台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。他发现台湾虽然地方不大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气息。从古色古香的庙宇到现代化的艺文场所，从热闹的夜市到宁静的古道，每个角落都诉说着独特的故事。以前总觉得台湾又小又穷，但实际来了才发现，人家的生活品质真不是盖的。小林感叹道，虽然没有超级大的购物中心，也没有林立的高楼大厦，但台湾人过得很精致，很有质量。阿杰也经常和小林分享他对两岸差异的看法。作为公务员，他亲身经历过台湾社会的转型过程。他说，台湾最宝贵的不是外表的繁华，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。就拿市政府餐厅来说吧，阿杰解释道，开放给民众使用，不仅能增加收入，更重要的是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，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机关不是高高在上的衙门，而是真正服务民众的场所。说到台湾的公共服务，小林还跟我分享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经历。有一天，他和阿杰去台北市图书馆看书，发现里面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图书，还有专门的自习区、多媒体区，甚至还有供市民免费使用的钢琴房。天啊，在图书馆弹钢琴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小林兴奋地说，而且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？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都可以查到具体位置，想借什么书用手机扫一下就能找到，超方便的。不仅如此，台北的图书馆还开展各种讲座和艺文活动，完全免费向市民开放。小林说，每次去图书馆都能看到很多老年人在那里看报纸、下棋，年轻人在自习区专心学习，小朋友在儿童区听故事，整个氛围特别温馨。这让我想起我们广州的图书馆。小林若有所思地说，虽然硬件设施可能比台北更新更大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可能是那种生活化的氛围吧，台北的图书馆就像是市民的第二个客厅。随着与阿杰交往的深入，小林也渐渐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另一面。比如说，虽然台湾的薪资水平确实不如大陆一线城市高，但他们的社会福利体系却相当完善。阿杰告诉我，他们公司每个月都会按时为员工缴纳劳保、健保。小林说，生病看医生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，就连生孩子都有补助。虽然工资不是特别高，但基本生活有保障，压力也没那么大。在台北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小林发现台湾人的消费观念也很独特。他们不会盲目追求奢侈品，但对生活品质特别讲究。街上随处可见的精品店不是卖名牌包包，而是贩售手工制品、文创商品。有一次，阿杰带我去永康街，那里有家80多年的老店，只卖芒果冰。小林说，你敢信，一碗芒果冰卖200多台币，但天天都有人排队。台湾人就是愿意为品质买单。最让小林惊讶的是台湾人对环保的重视。在台北，随处可见资源回收站，垃圾分类更是细致到令人发指。第一次去阿杰家，我把喝完的奶茶杯直接扔进垃圾桶，结果被他说了好久。小林笑着说，原来塑料杯要洗干净，吸管、杯盖都要分开回收。说起两岸的差异，最让小林感触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。他觉得台湾社会虽然竞争也很激烈，但人们之间保持着一种温和有礼的距离。无论是在捷运上让座，还是在餐厅排队，大家都会互相体谅礼让。刚来的时候不习惯，觉得台湾人说话太客气了，动不动就不好意思，麻烦您。小林说，但时间久了发现，这种礼貌其实是一种尊重，让人觉得很舒服。在感情方面，阿杰的体贴也让小林重拾对爱情的信心。虽然他的工资不及小林的一半，但在相处中总是处处为他着想。他说，台湾男生虽然赚得不多，但会认真经营感情，不会像某些人只顾着赚钱，把感情当儿戏。通过和阿杰的交往，小林对台湾的医疗体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
有一次他突发急性肠胃炎，阿杰带他去看诊，整个过程让他大开眼界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看病超级方便。小林说，我们去的诊所就开在住宅区里，医生态度特别好，问诊很仔细，连着看了好几天都不用重新挂号。最神奇的是，看病加药总共才花了几百块台币，这让小林想起了在广州的看病经历。在大陆，光是挂个专家号就得提前好几天预约，还得排老长的队。小林感慨道，但台湾的医疗资源就分布在老百姓身边，特别接地气。阿杰告诉小林，这都得益于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，只要每个月缴纳几百元台币的保费，看病就能享受很高的补助。难怪台湾人虽然工资不高，但看病负担不重，小林恍然大悟。在台北生活的越久，小林越发觉得这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表面的繁华，而是隐藏在细节中的人性化。比如说，大街小巷都设有无障碍坡道，公共场所处处可见不爱坐，连公车都会为行动不便的乘客放下踏板。有一次，我在捷运站看到一位老奶奶要上楼梯，立刻就有好几个人主动上前搀扶。小林说，这种互助友爱的氛围在快节奏的大城市里实在难得。阿杰家住在台北市内湖区的老社区，房子虽然不大，但五脏俱全。最让小林惊喜的是，小区里居然有个日式庭园，每天清晨都有老人在那里打太极、跳广场舞。虽然台北的房子普遍老旧了点，但你别说，住起来真的很舒服。小林说，小区里环境优美，邻里关系也好，楼下就是早市，买菜特别方便。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，阿杰开始认真考虑未来的打算。虽然他在市政府的工作稳定，但工资确实比不上小林在广州的收入。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两人，其实刚开始我也担心这个问题。小林坦言，但后来发现台湾虽然工资不高，但物价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贵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生活节奏很舒服，压力没有那么大。阿杰也经常和小林分享他的想法，赚钱固然重要，但生活品质更重要。台湾的好处就是，即使工资不高，也能过得很有质量。在台北待了1个月后，小林不得不回广州工作。临走前，阿杰特意带他去了台北市政府观景台，站在高处俯瞰整个台北盆地，小林百感交集。来台湾之前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小林说，但在这里，我不仅治愈了情伤，还遇到了真正懂得疼惜人的另一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。回到广州后，小林对生活有了全新的感悟。以前他总觉得成功就是要在大城市买房买车，追求高薪高职。但在台湾的经历让他明白，生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？小林对我说，以前我总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发达，现在才发现是我太肤浅了。他们的发达体现在人文关怀和生活品质上，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小林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，他要去台北发展。我已经和公司谈好了，他们同意让我去台北分公司工作。小林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而阿杰也没有让小林失望。趁着5一假期，他专程飞到广州，见了小林的父母。你是不知道，我爸妈一开始有多反对。小林笑着说，但见了阿杰后，他们改观很大。虽然阿杰工资不高，但为人踏实靠谱，最重要的是特别尊重长辈。让小林父母最感动的是，阿杰不仅自己来广州，还特意带来了台湾的一些特产。他说这些都是他妈妈特意准备的，希望能让小林的父母感受到台湾人的诚意。其实我觉得最打动我父母的是阿杰的那份真诚。小林说，他告诉我爸妈，虽然自己条件不够好，但一定会好好照顾我，让我在台北过得开心。现在的小林已经在台北安顿下来了，他和阿杰租了一间位于内湖区的小公寓，虽然只有40平米，但收拾得温馨可爱。每天早上，两人一起去附近的早餐店吃煎饺配豆浆，然后再各自去上班。你猜怎么着？我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台湾小吃。小林说，阿杰教我用台语点菜，虽然经常发音不准闹出笑话，但感觉特别有意思。每到周末，阿杰都会带着小林去台北近郊踏青。
台北的好处就是开车半小时就能到山上。小林说，我们经常去阳明山泡温泉，或者去北海岸看海。虽然没有大城市那么热闹，但这种慢生活真的很享受。小林还告诉我一个有趣的发现，在台北，再普通的小店都有自己的坚持。比如说，他们楼下的面包店每天凌晨3点就开始准备面团，只为了让客人能买到最新鲜的面包。以前总觉得赚钱最重要，现在才明白，活得通透才是真的好。小林感慨道，在台北，我学会了欣赏生活中的小确幸，也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情侣因为现实问题而分手。但小林和阿杰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任何困难都不是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在相爱的过程中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说到这里，我的故事就要结束啦。但是我相信，小林和阿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祝愿他们能够永远保持这份纯真的爱情，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红娘丽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